那我把这边直接就盖上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想要让大家最大限度的看到这个画啊，所以我就盖上了。然后下一个我们画什么？我可以画香蕉吧啊，外面背景是白色的，它跟白色的背景比，它还是黄黄的，它属于淡黄，对吧？这就叫不同层次的黄。所以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假设一下啊，想象一下，这香蕉我们草莓刚才是变成了一个什么穿靴子的草莓啊？这个时候呢，感觉香蕉像不像这个衣服，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着老师来想一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香蕉上面有一个大脑袋，对吧？这大脑袋什么形状呢？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何形状的，跟一大镰刀似的。然后呢，我们香蕉呢，它这个皮可以变成漂亮的裙子啊，漂亮的衣服。管它是什么具体的形状，我就觉得呢，想要像一个衣服一样披下来。OK，那我就把它画下来啊。那我中间是我这个香蕉，这个香蕉是弯的，对吧？然后我这个香蕉就胖胖的啊。然后呢，这边看我胖胖的啊。然后呢，这边香蕉可以有角吧？可以，对不对？我把这个角给它加上啊。可以2只脚、3只脚、4只脚、5只脚都可以啊，不管有几只脚，把它画清楚，对吧？然后呢，脚加上啊，香蕉这个，香蕉很柔软的，所以它很温柔，所以我给它一个表情，可能是，哎，很开心的在笑的表情，对吧？然后呢，它的肢体也很柔软，所以它叉着腰，哎啊，你叉着腰。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些香蕉皮垂下来，这后面还有啊，香蕉皮垂下来，对吧？可以无限的有啊，都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给香蕉设定的一个轮廓就搞定了，对吧？然后我们香蕉皮呢，可以有一些纹理，加上。这个从哪儿到哪儿来，它都无所谓，对吧？然后就这样，你可以，你根据自己喜好啊，你说老师，我想再多加几条，行不行？行啊，然后甚至把它加成发丝的感觉，都是 OK 的，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个香蕉就搞定了。然后香蕉身体上有这个小的线线啊，这个东西想加也可以啊。比如说，我让它是什么形状？可以让它是这样形状的，对吧？我给它做一个变形，哎，像断线一样啊，在我的身体上加到一些装饰啊。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搞定了，你再加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脚上可以有一些小的线啊，然后脚下也可以有小的线，丰富它的细节啊。然后上面这个东西呢，可以给它再套一个边啊，再套一个边。好啊，那你如果觉得这个香蕉的皮不够明显，旁边还可以再来，对吧？想怎么加都可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香蕉基本上就搞定了，这个脑袋可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这个头啊。刚才呢变成小灯泡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变成什么探测器呀、发射器呀，连着水管、连着电线，甚至都可以啊。发挥你的想象力。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线稿基本上搞定了，然后紧接着我们拿到这个笔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画面当中把你这个画笔当中黄都拿出来，所有的黄都拿出来啊。好，把所有的黄都拿出来。OK，然后呢，跟黄对立的是什么颜色？跟黄是对比色的，对面紫色，对吧？所有的蓝蓝紫紫的颜色也拿出来。
好啊，那颜色就选对了。紧接着咱们就开始涂色了。涂色的时候，涂色之前还是要试色啊。先去看一下这个香蕉，先去选里面的颜色啊，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淡黄色，对吧？然后外面的颜色是比较很黄的那种黄色。哎，这两个颜色就很合适啊，运气比较好啊，我就一次选到位了，那就开始涂色了。中间这个，哎，就让它这个颜色。那你看它涂上去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对吧？它会干啊，有些颜色湿的跟干的不一样，很柔软的感觉。中间肚子这个地方再给它涂一涂，好，搞定了。然后旁边的黄色呢，在涂的时候，咱们不是有好多黄了，对不对？有好多黄，你给它分开啊，你不要所有的涂成一种黄啊。这个不是很黄，我看看我的黄色。好，选个2、3种黄色，然后怎么用啊，同学们？就是怎么样让你的画面更丰富啊？其实也就是，你比如说我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区域是这种黄，对吧？然后呢，可能这边区域我就换了一个啊。你既然把它每个区域分开了，那你就可以给到它不同层次的黄。这样的话，你的画面才会好看。涂黄色啊，深黄、浅黄、橘黄，对吧？然后涂紫色也是不同层次，哎，这个时候你的画面颜色就好看了。来，还是这儿来点，那儿来点，坚决不放过啊！每一片能够让我颜色产生变化的地方，好，这就搞定了。然后给上面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它是一片大的区域。画画这个事儿啊，一定是，哎，在我的画面里它怎么变好看了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儿来一点。好 ，OK， 再换一支笔啊。这个小边儿，你看我都要给它换一个颜色。你看这个香蕉披风多威风啊，对吧？好 ，OK 啊，这香蕉我就搞定了，就涂完颜色了。涂完颜色，我们开始背景了。背景这个紫色啊，我要给大家，咱们可以做一点变化来啊。那么选一个不是那么深的紫去打底啊，选不是那么深的紫，紫有非常多紫，对吧？选一个不太深的，先去打一个底。然后马克笔的颜色就是啊，深色可以往浅色上叠加，但是浅色不可以往深色上叠加，所以你不要一次性把那个颜色就涂深了，就没有办法了。
好，你看这个对比色是不是很好看，对吧？其实对比色在我们平时啊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因为它能够让你非常一目了然的去看到这幅画，对比强烈嘛。对比色也是我觉得很有艺术感的颜色。好 ，OK 啊，这个时候我的紫色就搞定了，对吧？那紫色的话，我们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啊，要教大家做背景，这背景怎么教啊？来，比如说啊，给大家几个方案去选择，这是我的背景，对吧？你用到比较深的这种紫色，你可以这样啊，横的来点线条，对吧？竖的啊，你再换根笔，竖着再来点线条，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格子背景了啊，或者呢，我这个颜色呢是这样，哎，像云朵一样啊，到处来一点，对不对？或者呢，我觉得这样不好看啊，那我就可以用波点也可以，对吧？哎，这个颜色太红了啊，没试色，太红了，选这个波点一点的。哎，就是你觉得怎么好看啊？或者你说老师我小三角行不行？行啊。然后你这个小波浪线行不行？行。但是你这波浪线你就不能哎就很这样随意啊，你就让它规矩一点，听话一点，对吧？哎，这样子就好看了啊。所以说美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边呢，我带着大家，我看一看左边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条纹到底，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条纹的，好吧？这条纹啊，可以给大家教一招，用这个扁头。扁头的话，你画直线更容易一些，顺着就下来了。啊，扁头，手腕不动啊，手臂带，哎，对不对？好。你那个不直也没关系啊，同学们，就让它有那种歪歪扭扭的感觉。不直也没关系，不直你就在它画面，在你的画面里面给它一个组织感就行。好，一定记得啊，该停的时候要停，不要画到这个香蕉身上了，那么你这个背景加的就损失太大了，对吧？我宁愿不画这个线，我也不能让它加到香蕉身上呀。好 ，OK，这样就搞定了。离远了看一看你的效果啊，然后这个脚底下可以给它加点这种阴影，所以就轻轻扫啊，这个扫的碎一点这个线。好，那我这个香蕉，哎，叉着腰就放站在这儿了啊。那么想让你的香蕉更好看，可以给它加个小腮红。哎，你看我这小腮红，对吧？如果你有高光笔，你还可以在这个再给这上面加点这个小线也可以。看这个细节是无限可以加的。高光笔再加点小线，对吧？啊，甚至我高光笔，我想要给这个香蕉身体上
你也再加一点线，你说行不行，老师？行，没问题啊，你想怎么加，怎么高兴怎么来。好 ，OK，那你看啊，这个香蕉就搞定了。我们蓝、黄和紫的这种对比色是不是也非常的漂亮啊？Very nice 啊，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我们就还差一格，还差一格。好，我们这一格画什么呢？蓝色的水果啊，不太多。蓝莓，黄色的水果，其实我画的是香蕉。那大家在画的时候，好，那么接着来画一下蓝莓啊。蓝莓这个东西呢，大家去看一下，看一下它的造型，它是圆咕隆咚的，对吧？很像一个灯笼的形状啊。那么我觉得蓝莓比较特别的，不只有它的颜色，大家去看一下它头顶上这个小结构啊。这个手上有这个笔的痕迹，来，头顶上有一个小结构，这小结构很像什么？同学们想一想啊，像不像一个皇冠，对吧？好，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蓝莓公主，哈哈，对，就是我突然看到这个想的啊。那么我要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它毕竟是是一幅整体的画，对吧？所以我想让它之间有一点点呼应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草莓是往这边去偏的，那我的蓝莓呢，我就往这边去偏啊，让它有一个调整，对吧？你的画面一定要多变。所以呢，我可以啊，你看这个蓝莓，这个脑袋上是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哎，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皇冠，对吧？随机变啊，然后呢，给它封上口，哎，然后呢，我们的蓝莓是胖胖的，就圆圆的，对吧？圆咕隆咚的感觉啊，给它带过来。然后这边你完全给它闭合也可以啊，不闭合也行。然后我们蓝莓呢，可以有这个身体上，你就可以展开想象啊。比如说我把这边给它连接上，然后呢，我可以让它有一个蓝莓蛋糕裙吧，可以吧？然后这边是那种花边的领子。然后这是我蓝莓的手，哎，手指呢不一定是5根，可以是3根，对吧？哎，或者你那2根都行。然后这边一个蛋糕裙，然后底下呢，哎，这个样子的。好，哎，我一个跳舞的蓝莓就有了。那么蓝莓的这个表情，哎，这表情很重要，大眼睛吧，啊，小眼睛也行啊，不一定非要都是大眼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可以是小眼睛，然后我这边有个睫毛，这是一半是我的眼皮。哎呀，我这个公主跳舞跳的不好意思，有一点犯困了。把我的眼睛给它加上，随便啊，同学们，你加的时候，你这眼睛什么表情它都行啊，三角形的眼，对吧？你有很多根睫毛都可以啊。我这边画了2根睫毛，你可以画3根啊，画4根都行，不要太多啊，一圈就变成那个爆炸睫毛了，对吧？好 ，OK， 那我过来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蓝莓的嘴巴，它是一个女性的这种比较女性的。然后可以是这样一个嘴巴，可以吧？没问题啊。然后呢，这边还有可以有一些蓝莓的装饰，这个装饰呢，就可以小蓝莓组成的装饰。好，3朵、4朵啊，都可以，或者它带那种头拆的都可以。然后我们把蓝莓这个地方的结构一定要画出来，对吧？像花朵一样的形状，哎，中间一个小圈儿，这是细节的部分。这个花朵什么样的形状都可以啊。好 ，OK， 可以搞定了啊。基本上就这样。你想加的话，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手的部分加一点小的纹理，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裙子上面啊，
给它加上一些装饰。都行，对吧？让我这个小脸这边加点小纹理啊，然后眉毛也可以加，然后嘴巴上也可以有些小纹理。然后呢，这皇冠地方可以是一个双线条，是双线条。然后还有这个蓝莓的叶子，对吧？这叶子其实也可以加了，叶子呢我们加到这边。好，好，那我们这个造型基本上就这里了啊。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蓝莓关掉，然后我们这个画面大一点，咱们就可以涂色了。这个涂色的时候呢，还是老规矩，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蓝色拿出来，对吧？虽然蓝莓它现实当中是比较紫蓝色，其实它不是完全的蓝色啊，比较偏紫的感觉。因为在咱们的画面当中，这边用过紫啊，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用蓝色。深浅不同的蓝啊，都把它拿出来。有几支都行啊，有个2、3支，三四支其实都够用了。然后紧接呢，就是它，蓝色的对比色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咱们的知识吗？再拿出来看一眼啊。蓝色的对比色，它的对面是什么啊？是这个橙色，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就把那个橙色啊，把你画笔里面所有的橙色、橘色都拿出来啊。好 ，OK， 基本上就这样啊。然后它是对比色，然后我们先涂这个蓝莓的身体。蓝莓的身体呢，同样的我们要试色。我试色的时候就喜欢一张纸来回试。好，比如说蓝莓的身体呢，你先这个脸要选一个颜色。同样，我们的原则是不要太过于深的蓝色啊。好，你看我涂色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我有一个习惯，先把边描一下，对吧？我再涂里面，这样的话，我里面就可以大胆的去涂了。好 ，OK，还有这个蓝蓝的脸就搞定了。然后呢，是我的这个皇冠的部分和裙子的部分。好，那我这个颜色不是很喜欢，我想要让它的皇冠呢，选一个蓝绿色，蓝蓝绿绿的这种颜色，对吧？偏绿的蓝。这个颜色比较特别。好，这样子能让我的这个皇冠和整个蓝莓的颜色分开。
好，就这样就可以啊。然后接着身体的部分，身体部分就是我们的原则，用到不同层次的蓝啊，那就一层一层的颜色一定要不一样。试一试颜色，这白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留起来，也可以待会儿把它涂成重色。选颜色的时候，大家不要非常局促啊，就是我必须要跟老师一样的颜色，千万不要。就是完全的，你比如说在你的画笔范围之内，蓝蓝绿绿的那种颜色都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好 ，OK。然后底下身体我就再给它用深色的来一层。然后这感觉是不是像镂空的，上面一层透着下面的，对吧？就这种感觉。好，然后下面再来一层。好，马克笔其实在用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水会很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苦恼，容易晕出去。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它就没有那么多颜色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当你觉得最好用的时候，其实就用不了多久，它要干了，对吧？好 ，OK， 那这个搞定了。接着呢，咱们还有这个眼皮以及那个上面的部分啊。那眼皮的部分，比如说我想要用到一个比较蓝的这个深一点的颜色，你想用浅一点也可以。重点呢，我就想让它有一个区分。好，然后这个就搞定了啊。然后它可以有一个腮红是蓝色的腮红，哈，是吧？然后紧接着它头顶上面的这个，头顶上面的装饰，头顶是装饰的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它这个，也是有颜色层次的，所以我可能，比如说我这一个涂成深一点的蓝色，就还是你这几根蓝色啊，这个是深一点的，那我这边呢就隔开啊，让它里面是深色的，对吧？然后我就在其他的蓝色，这个可以填充进去，哎，然后这个呢就可以在旁边作为它的底色啊，然后这边再给它放上去，好，中间的再选一个蓝。看它这个层次就来了，对吧？就是不同的颜色花叉着用啊。然后它还有一个叶片，这个叶片呢，我选一个绿色去给它填涂，就像咱们这边用的黄色一个道理啊，稍微的给它跳一点颜色。
啊，稍微跳点颜色。然后里面的部分我还可以用到那种蓝紫色，对吧？蓝蓝紫紫的，很好看。然后这嘴巴也用到蓝紫色。好啊，嘴巴用的蓝紫色。那么我刚才讲了，颜色不要自己用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给你的胳膊上也来一点。好，我们的蓝莓小姐就搞定了，对吧？这个蓝色的使命就完成了。接着呢，我们的背景就是橙色，对吧？好，用到我们的橙色啊。橙色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不同层次的橙色，这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吧，对不对？旁边还有一个比较红的啊，那我觉得用这2个颜色就可以了。这时候涂色的话，大家有很多种选择啊。你比如说，其实有一种涂色的方法是可以分区域，就是它这个，我这个地方是这个橙色，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橙色，对吧？然后中间可以再来，哎，从这边呢像一个色带一样贯穿过来。然后这个橙色，这边再来一条。好，然后这边呢，如果你想要的话，缝隙处一定要填满啊。再来一条，是不是？然后呢，紧接着其他地方就填别的，这是比较深的啊。好，剩下的地方你就直接填空就行，因为刚才条条你已经规划过了。好，剩下你看我总是喜欢把这个大面积的先涂了，小面积的我留在后面。喝一口水，起来活动活动，再来涂，对吧？都是可以的。OK， 搞定了啊，搞定了。然后这个眼睛里面的部分呢，也可涂可不涂啊。如果你没有很合适的颜色，也可以不涂。如果你有比较合适的颜色啊，也是可以涂一涂的。比如说我的
颜色就还比较多，所以我就直接给它来一个粉粉的、紫紫的眼球，让它整个颜色呢更和谐，对吧？好，这样呢就搞定了啊。然后呢，这幅画呢就非常漂亮，就完成了。那么最后别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要在下方一定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对吧？否则是谁写的呀？是谁画的画啊？丽莎老师写上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写上日期。然后这幅画现在画到这里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再去做一些让它更好看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会突出边缘，对吧？那要是我的话啊，我可能会修一修这个线。其实如果你不会修的话，可以不用修它是那种肌理感，其实也好看。这一步呢，就是你可能加不好，它就会更奇怪，对吧？你看，稍微的修一修啊，然后修的时候让它转一转，你就把突出去的颜色给它修进去。让这个线生动。这个修线这个技能很好用啊，就是如果大家哪天哪个地方画坏了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边缘修一修。然后它也会更有立体感。好，好，这边就搞定了啊！你看这边缘一修，它整个这个画面的立体感就会更强了，对吧？好，那咱们今天这幅画呢，就带着大家画到这里了啊！相信在这幅画的创作当中呢，大家既认识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3组对比色啊，然后呢又学到很多添加背景做细节去区分画面颜色层次的一些小技巧，对吧？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是收获满满啊！所有的辛苦我们都是有回报的，对吧？就画画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多去画。好，那么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